8·1建军节前夕，第73集团军在闽南某海域开展了多项围绕渡海登陆、抢滩登陆作战的军事训练。在抢滩登陆过程中，针对礁石阻碍等情况，某特战旅开展了组建以来的首次海上跳伞训练。央视军事还特别指出，这种海上跳伞的技战术主要应用于抢滩登陆作战。现在多少有点紧张，但是我还是能跳。为了这次伞降，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我们前期在陆地上练了1个月，我们练得很扎实，所以这次跳起来就非常有信心。大家跳，特战队员按照战斗编组，12名伞员依次跳出机舱，空中2路拉开，有序向海上浮标方向操纵降落伞。参加此次海上跳伞的特战队员，每一名都有超过10次的陆地跳伞经验。与陆地相比，海上的天文气象、海中暗流、浪高、浪涌等都会成为影响因素。特战队员必须对降落伞的操纵更加精准。训练中，特战队员从后尾门跳出，视野比以往的侧门开阔1倍以上，对特战队员们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伞员离机动作一定要果断，在快入水的时候，对伞员的飞伞时机以及飞伞动作要领把控的节奏要更加明显。由于抢滩登陆可能会遇到礁石阻碍，舟艇无法靠近，这时就要以伞降方式靠近海岸，再求渡前进。海上跳伞作为抢滩登陆作战的主要渗透形式之一，具有隐蔽性强、出其不意等特点，能提升部队全域作战、立体攻防、海上渗透能力。我们坚持以战领训，强化军事斗争一线练兵，通过协同训练、专攻精练，推进战训深度耦合，不断提升作战能力，确保随时能战，战之必胜。第73集团军某特战旅素有东海飞龙之称，前身是中国大陆最早的7个特种大队之一，原南京军区飞龙特种部队。一般来讲呢，在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中呢，在海上跳伞的方式抢滩登陆，实际上是一个小群体，往往它执行是特种渗透作战，往往出现在大规模两栖作战之前。那么如果在新闻中我们看到的特战旅在进行这种海上跳伞，并且是为两栖突击作战的行动在服务，那么它说明人民解放军在两栖作战的总体能力建设方面正在快速的加强。意味着我们在常规化的两栖突击，包括特种的渗透型的这种两栖海上的伞降作战，这些能力都在全方位的加强。与此同时，第73集团军某两栖重型合成旅组织所属装甲分队也在闽南某海域进行了渡海登陆演习，围绕指挥通信、火力打击、抢滩登陆等实战科目展开实弹射击考核，全面锤炼两栖装甲部队复杂海况下的作战能力。接到指挥所入海指令后，数十辆装甲战车按作战编组驶入大海。为了检验装甲分队海上行进过程中的指挥通信能力，考核组临机下达战术指令，编组指挥员通过车载指挥系统与各车长之间建立快速通联，指挥各单车在海上行进间进行战斗队形变换。到达预定射击海域，车长利用骤视镜对岸滩目标进行搜索，炮手根据指示自主选择弹种，利用驾驶员制造的车辆短停瞬间果断击发，率先对固定目标完成首轮打击。海上射击不同于陆上，容易受到车辆高速航行和不同海况的影响，这对我们单车组的协同和射手的操作水平、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接到射击指令，各车组协同配合，快速锁定射击目标。炮声呼啸，打击目标被精准摧毁。在成功摧毁打击目标后，两栖突击车、步战车交替掩护，迅速将火力打击队形变换成抢滩冲击队形，由岸滩一线发起抢滩冲击。全面从难从严，全面锤炼和夯实一不罢苦、二不罢死的战斗精神，一定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解放军的正常军事演练，岛内媒体又借机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有岛内亲绿媒体评论称，央视报道特意强调抢滩登陆，对台恫吓意味十足。这样的能力展现呢，实际上已经让我们看到人民解放军在保障国家的这种统一的这种
目标的能力建设上已经是走得非常的快，应该说能力已经得到了长足的提升。